今天是假日，小树蛙与麦麦一同来狐狸猫家中玩桌游。玩了一会儿后，麦麦很好奇他们上礼拜去露营做了些什么。狐狸猫开始分享上礼拜与小树蛙去露营发生的事和学习到的内容。狐狸猫说，我发现在生火时，对炭火堆扇风，可导入更多氧气与高温木炭进行燃烧反应，使得木炭的消耗速率加快，火势会更剧烈。不扇风的时候，空气流动性差，木炭的反应速率比较慢，火势会比较弱。另外，当我在料理鱼的时候，因为营地的火比家里厨房要来得小，所以要让鱼比较快熟时，可以把鱼切成较小块或切成薄片状，可以使得鱼肉与热源的接触面积变大，熟成的速率加快。麦麦感到疑惑，他不晓得什么是反应速率，所以就请狐狸猫解释给他听。狐狸猫说，就是描述反应快慢的意思啊。麦麦接着又问说，速率是距离除以时间，那反应速率会是什么东西跟时间相除啊？狐狸猫提出先前学过的化学反应概念，化学反应过程一般会减少反应物质量，并增加生成物质量。狐狸猫回答，因此反应速率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反应物的减少量或是生成物的增加量吧。麦麦觉得很有趣，于是他问说，我们能根据什么条件或是观察哪些现象来推测可能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狐狸猫快被问倒了，面露出尴尬的神情，不晓得要如何是好。还好小树蛙在一旁立刻跳出来帮狐狸猫解围。小树蛙说，如果要推测可能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这就需要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粒子间的化学反应情形了。在微观的尺度下，我们讨论的会是粒子之间的细微反应。化学反应过程中，当粒子相互碰撞后，若有足够的能量以及正确的碰撞位置，就可能使粒子重新组合，产生新的粒子。在化学反应之中，不同粒子间会有多次的碰撞机会，但不是每次碰撞都会产生新物质。其中能够产生新物质的碰撞，我们会称之为有效碰撞。就好比打棒球的时候，有成功打击出去，不一定会上垒包，能推进上垒才能算有效打击。要完成有效碰撞，有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一个是碰撞的粒子需要具备足够的能量，当粒子移动速率比较慢时，代表动能较少，无法有足够能量使反应发生。另一个是粒子间的碰撞方向，即便今天粒子移动速率比较快，具备的能量足够，但碰撞方向不对的时候，相互碰撞的粒子只会弹开，并不会发生反应。麦麦听完以后说，原来平常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暗藏着那么多玄机。狐狸猫接着说，所以像我上礼拜对火堆扇风，让空气引入，其实就是增加粒子碰撞的机会。碰撞的机会增加了，有效碰撞的次数也相对的会提升。看来狐狸猫已经懂得从微观的角度连接到巨观现象的解释了呢。狐狸猫想起了以前学过活性的经验，镁粉在空气中燃烧会立刻产生强烈白光，锌粉加热后会有黄绿色的火焰，但不如前者火焰这么剧烈，而铜粉则看不太到火焰，需要加热一段时间才从红色变成黑色的氧化铜。麦麦好奇地问，那有办法从微观的粒子间作用来解释吗？狐狸猫回答，此处的活性大小代表的是粒子与氧气作用的活泼程度，同样都要跟氧反应。活性大的粒子较易与氧反应，也就表示反应速率会比较快。
也代表着反应速率的快慢会受到物质本身的性质所影响。就像是博物馆内收藏的金器和青铜器，比铁器要来得多，也保存得比较好，代表着金跟铜对氧的活性比起铁还要来得低。这也就是为什么仙女棒的燃烧作用比线香燃烧来得剧烈的原因哦。狐狸猫解释到一半，却看到小树蛙以及麦麦已经玩起了仙女棒，只好无奈地摊摊手。最后就让狐狸猫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学习到的内容吧。反应速率是描述一定时间内反应物的减少量或生成物的增加量，而有效碰撞的2个必要条件：一是粒子需要具备足够的能量；2是粒子间碰撞的方向要正确。要注意，不是每次碰撞就一定会产生反应，发生化学反应是需要粒子间发生有效碰撞，产生新物质，而单位时间内有效碰撞次数越高，代表成功反应的次数越多，所以反应速率就越快哦。同学们可以想想看，如何利用微观的粒子间作用去解释其他影响化学反应快慢的因素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说。